哈喽，大家好，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好久没给大家做横屏了。今天我们来测试5款 OLED 的电竞旗舰480赫兹。坦率讲，480赫兹将游戏竞技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先来看5款 OLED 的旗舰，它们分别是华硕的 PG27AQ-DP、LG 的 27GX790A、HKC 的 OG27QH、索尼的 M4S 和光魂的 27XEQE。老规矩，我们先来看它的包装。华硕光魂会科采用了彩皮设计 ，LG 和索尼采用了树皮包装。内部的减震材料，索尼同样是树皮纸壳 ，ROG 是鸡蛋塔托加白色泡棉 ，HKC 和 LG 采用了宝丽龙泡沫，光魂则是双层黑色泡棉。配件都标盘 DP。有 Type-C 接口的机型，出厂附赠了 C 口线。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5款 OLED 旗舰都采用了免工具安装的快拆结构，无需辅助工具即可安装成功，方便快捷，好评。ID 设计方面，由于5款都采用的是 LG Display 的480赫兹 OLED 同款面板，因此5款正面都为4边微边框设计，屏占比极高，正面观感非常优雅。不同的是，华硕和 HKC 还多设计了一个小下巴 ，LG 则不是很清楚他们的设计灵感，直接整上了一条破坏美感的电镀横条。索尼和光魂则保持了4边微边框的整体性。底座方面，华硕是家族式的电竞风，颜值很高。但比较占桌面的空间，其余4款则采用了更加节约桌面空间的形态。最与众不同的则是索尼的小圆形底座，它的占用面积最小，同时能支持最大角度的水平旋转。背面5款机器都背上了小书包 ，ROG 有硕大的像素风 logo， 光魂设计了4边星钻 RGB， 会科为3边 RGB 灯带 ，LG 则是左右两侧各有2条灯带点缀。最文静的是索尼没有设计氛围灯。支架功能性方面，华硕光魂会科支持升降、俯仰、水平旋转和左右各90度的垂直旋转，功能性直接拉满。LG 稍差点意思，支持单边90度。索尼则是完全不支持垂直旋转，但如我们前面所讲，它支持360度的中心轴旋转。接口配置，先来看 DP， 光魂、LG、索尼都采用了先进的 2.1， 其中光魂是满速 UHBR20 80G，LG 为 UHBR 13.5 54G， 索尼则是半速 UHBR 10 40G， 华硕和会科则是 DP 1.4 32.4G。HDMI 接口大家的步调比较统一，都是 2.1 的版本。C 口只有光魂和会科分别为100瓦和90瓦，其余3款没有配备。具体5款旗舰的接口数量，我们制作了一张图表供大家观看。接着我们来看5款旗舰亮机之后的显示表现，将亮度调节到最高，以展示最佳显示状态。差异最大的是会科，在5款中属于是观感亮度最低的，其次是索尼，也会略低一点。华硕、LG 和光魂则表现差不多。当然，如果不做对比，单独看 HKC， 并不会觉得它太暗，这点大家要注意。色彩观感，索尼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它的调教饱和程度最高，显示蓝色部分尤为明显。其次是光魂，色彩要比索尼略淡一些。华硕、LG 和会科相对保守一些。OS 菜单方面，5款中 LG 的 UI 做的最为好看，有动效，但有轻微的操作延迟。华硕一贯的红色 UI 也不错，但存在的部分选项翻译不明确。索尼和光魂的样式较为接近。最后是 HKC， 让人比较意外，它几乎属于是公版换皮。这如果是出现在白牌或千元内的机型，我是能理解的，但在旗舰产品中过于粗糙了，也是5款中唯一没有配备 ABL 机制开关的机型。同时，作为 OLED 的旗舰，烧屏机制没有全部写到菜单中，这操作也让人很迷。字体显示方面，5款都采用了全新的 RGWB 排列 ，PPI 109，实际观感几乎没有毛刺，但在显示黄色画面下都会有小许的绿边现象。接着我们来进行数据实测，先来看白平衡 ，LG 预设的2个色域空间有轻微的偏绿 ，DOV 分别为0.004和05。其余4款 DOV 基本在0.003，同时索尼因为出厂默认为7500K， 加之白平衡倾向偏蓝，整体色调明显偏冷。色域空间方面，5款480赫兹 OLED 旗舰原生为 P3， 菜单中都提供了 sRGB 的色域缩限，实际测试差距较小，结果如下：索尼、LG 和光魂在最大色差值和平均值表现略好一些。重头戏亮度方面，我们先来看 SDR 状态，光魂、华硕、LG 在1%到25%的窗口都可以达到400尼特以上，光魂亮度最高为446尼特，其次是索尼在1%到25%的窗口维持360尼特 ，HKC 亮度最低，在1%只有261尼特。全屏亮度测试结果如图，光魂最高，达到了267尼特。比较意外的是，索尼在全屏亮度不如 HKC， 只有219尼特。需要说明一下 ，HKC 低亮度表现可能与其没有提供 ABL 机制有关。再来看 HDR 状态，1%的 APL 窗口 ，LG 最高达到了1258尼特，其次是光魂1229尼特，华硕1196尼特，索尼1189尼特 ，HKC 最低892尼特。HDR 状态全屏亮度 ，LG 和光魂达到了260尼特，索尼257尼特，华硕252尼特 ，HKC 依然最低232尼特。接着我们使用成像色度计配合光度计测试它们的屏幕均匀性。先来看亮度均匀度，使用国标25宫格测试 ，LG、索尼、光魂都在4%左右 ，HKC5.4%，华硕6.17%。色温均匀性
HKC 表现最出色，色温差值仅有200K， 其余4款色温差值都在400到700K 之间。黑场表现是 OLED 的强项，像素级的控光，黑场均可做到0里特不发光，因此5款都不存在漏光现象。可视角度方面，5款 OLED 的表现基本相同，垂直最佳视角60度，水平角度45度，没有明显的视角衰减现象，都极为出色。频闪测试方面，5款都存在着跟随刷新率的频闪，但调节亮度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因此不属于 PWM 调光。频闪波动深度都在16%左右，50尼特亮度下 SVM 值都在0.08左右，远小于1，属于是 CIE 不可见的范围。白点光谱方面，5款面板一致，蓝光波峰在455纳米，高能短波蓝光占比12%，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接着我们来看这5款480赫兹 OLED 电竞旗舰的接口带宽和兼容性表现。首先是 DP 接口，如前面所讲，光魂、LG、索尼采用了最新的 2.1 版本，华硕和惠科是 1.4 的版本，但由于索尼、LG 并不是满速的 USB 2.0， 因此全场只有光魂内置 DSC 开关，支持 2K 480赫兹10比特无 DSC 压缩，充分利用这块旗舰面板原生10比特的特性。HDMI 接口5款均为 2.1 的满速 ，LG、索尼、华硕、光魂都可以支持 2K 480赫兹12比特 DSC，HKC 只能支持10比特。主机端连接 LG、华硕、HKC 和光魂做了额外的兼容性设置，支持 4K 映射。连接主机端 LG、华硕和光魂可以支持 4K 48到120赫兹，支持 HDR 技术 ，HKC 只能支持 4K 60赫兹。最令人费解的是索尼不支持 4K 映射 ，Xbox Series X 的兼容性也表现得意味深长。另外，5款机器中只有 LG 主机端不支持自动低延迟，Mac 端5款机器都支持 HiDPI、VR 和 HDR。同时，光魂和 HKC 配备的 Type-C 接口可以为 Mac 等移动设备反向供电，其中光魂为20伏5安100瓦供电 ，HKC 20伏4.5安90瓦的 PD 供电。LG、华硕、索尼没有配备 Type-C。数延迟方面，我们使用全新的仪器和测试方案，最高支持 8K 60赫兹无 DSC 压缩。在实际测试中 ，2K 480赫兹下，索尼、华硕、HKC 和光魂都是 8.6毫秒 ，LG 则略高一些，9.22毫秒。接着我们来看5款机器的 HDR 调教。UTF 曲线方面 ，LG 和索尼这2款机器裁切了5灰阶以下的内容，25到65全程提亮，90灰阶裁切贴合标准 PQ。华硕和 HKC 调教接近，起步略微提亮，20到50灰阶做压缩，从50开始不同程度的提亮，直到70灰阶做裁切贴合标准 PQ。光魂0到20略微提亮，20至50贴合标准 PQ，50至60继续提亮，从60灰阶之后全程做滚降。实景方面，我们使用松下的 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5款 OLED 都没有出现过曝 ，LG 来到620尼特，其次是华硕560尼特 ，HKC 518尼特，光魂500尼特，索尼444尼特。海王小区块场景下，除了索尼和 HKC 外，其余都超过了1000尼特的超高实景亮度 ，LG 亮度依然是最高1089尼特。暗部细节的呈现，我们使用了黑客帝国和权力的游戏蓝光片源，可以说5款机器各有特色。首先是 LG 和光魂暗部还原最为精准，细节纹理清晰，索尼则会黑的发灰，部分暗场丢失了 OLED 的特性，过度提亮。ROG 和 HKC 有轻微的细节丢失现象，色调上 ROG 甚至会出现明显的偏执。在颜色过度的渐变场景下，索尼、华硕暗场和高光过渡场景出现了色彩断层现象。接着我们来放组样片来看一下5款机器整体的 HDR 观感。索尼、HKC 和光魂都提高了饱和度，从色彩的观感程度上会更加讨喜一些。LG 和华硕更加贴合原片色彩，没有做风格化处理。白平衡方面 ，LG、HKC 和光魂更加精准一些，而华硕依然有明显的偏紫倾向。HDR 游戏的表现和影片基本相同，索尼、HKC、光魂色彩艳丽 ，LG 和华硕更加还原本色。同时 ，LG 和索尼在 HDR 下开放了暗部增强等功能，对 HDR 游戏党更加友好。在显示大面积白场下，5款机器都会因为 ABL 的问题，导致观感亮度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游戏竞技体验方面，5款 2K 480赫兹顶级 OLED 旗舰，在实际测试中，480赫兹的状态都没出现跳帧的现象。实际测试灰阶响应方面都是微秒级，数值在 0.3毫秒左右。运动响应时间方面，在480赫兹超高刷新率和微秒级的响应加持下 ，BT 都为恐怖的 1.69毫秒。在妖服运动画面下，飞碟本体的清晰度与竞争状态非常接近，后方几乎没有任何的脱尾现象，非常炸裂。接着我们来拆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5款机器的内部结构以及在数据天地宝的表现。拆开5款小背包，我们来看一下各家的主控 IC。光魂使用了瑞昱的 RTD2739，LG 和索尼采用了联发科的 MT9810，华硕和 HKC 使用了联咏的 NT68581和68583。散热结构方面，5款均为被动式，光魂采用了一体阳极氧化铝板模组，散热效率更高，其余4款则是铁板模组。同时，5款机器均在驱动 IC、Tcon 等高发热量元器件部署了散热。HKC 的驱动板导热垫覆盖面积最大，华硕主控 IC 散热鳍片更换为了陶瓷材质，通体白色，非常显眼。最后，面板部分，5款旗舰都采用了 LG Display 最新一代的 Mate OLED， 其中索尼、HKC 和光魂使用了原厂 OC LW270PHC，LG 和华硕使用了原厂模组 LW270AHA。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天地榜，首先是色域，通过精准的3色坐标计算，华硕容积最高，为 138.63%，排名色域天地榜第52名。SDR 亮度方面，光魂1%达到了446尼特，排名 SDR 亮度天地榜第44名。HDR 亮度 LG 达到1250
158的超高峰值，排名 HDR 亮度天梯榜第21名。均匀度方面，在15公的测试下 ，LG 最佳为 4.04%， 均匀度天梯榜排名第19名。响应速度方面 ，HKC 0.295毫秒，排名响应速度天梯榜第12名。运动轻度方面，5款最佳测试下 BT 都在 1.69毫秒，并列排名运动轻度天梯榜第1名。最后，我们以售价由高到低的顺序来总结一下它们的优缺点。最贵的是 LG 的27GX790，它拥有出色的色域、色准、均匀度、色温表现，同时 HDR 峰值、实景亮度以及暗部细节表现都是5款中最好的。但它缺点也很明显，8499的价格 ，DP2.1 依然是残血，同时没有配备 Type C。接着是定价和 LG 几乎相同的索尼，它拥有丰富的画面调节选项、创新的支架底座设计，但高昂的售价仅配备了最低的40G DP2.1，甚至不如 HDMI 2.1的48G。同时 ，HDR 亮度策略保守，峰值仅为360尼特，相比 LG 和光魂低不少。HDR 实景黑场有着明显的发挥现象。华硕，它的外观最具电竞风格，全新的半透明背包设计，像素风发光的 ROG logo， 底部投射灯都充满了电竞氛围。内部的散热鳍片更换为了陶瓷材料，这些都值得点赞。7999的售价没有配备 DP2.1 和 Type C 接口，在数据和体验并不算亮眼的情况下，上有 LG， 下有光魂。整体性价比略低。光魂目前5799的价格是5款机型中唯一满速80G DP2.1 接口的机型，同时100瓦的 Type C 反向供电，接口配置豪华。SDR 状态下拥有5款最高的亮度水平，最佳的 P3 色准表现，但部分 HDR 实景亮度低于 LG、华硕和惠科。最后是 HKC， 它在5款中售价最低，仅需5459，同时拥有90瓦的 C 口供电。理论上应该说它的性价比很不错，但内供版的菜单让人无法理解。它是5款机型中唯一没有配备峰值亮度开关、没有配备小窗口缩放模式的机器，同时 SDR 和 HDR 亮度都是5款机型中最低的。烧屏保护设置3个选项在功能介绍中居然一样，连最基础的像素位移开关也不在其中，可以优化的设置还是相对偏多的。好了，各位，以上就是我们关于5款 OLED 电竞旗舰480赫兹的全部测试报告。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转发、甚至订阅我们频道。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